亿万富豪千里寻亲，闪光灯下的亲情是救赎还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当真相撕开温情面具，这场认亲早已是复仇的开端。我上热搜了，亿万富豪父亲千里寻亲，他抱着我涕泗横流，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我的眼睛。我擦去眼角生理性的泪水，疑惑地叫道：“爸！”他将我勒得很紧，让我一时间有些不适应。周围的人欢呼发出的声音，将我说的话轻而易举带过去。可是我有父亲啊！亿万富豪千里寻亲，视频里我的亲生父亲抱着我涕泗横流，他诉说这些年找我的不易，在镜头面前放下豪言壮语。他说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因为我才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周围的欢呼声几乎要将我的耳朵震聋。我躲在角落中，拿出手机想要给养父母发消息报平安，手机却被人抢去。是我的亲姐姐林欢，她看起来并不像镜头里那么开心，冰冷的眼神将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圈。都回来了，就不要跟那些底层人联系了。她晃了晃我的手机，重重地砸在地上，砸了个稀巴烂。我甚至来不及阻止，眼睁睁地看着她踩着昂贵的高跟鞋反复碾踩。不要露出这种可怜巴巴的眼神，我做的决定都是为你好。你现在是亿万富豪的儿子，俗话说富在远山有近亲，人性的险和恶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们会变招法的朝你要钱。我只是提前阻止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已。我爸妈不是这样的人，现在他们已经不是你爸妈了。林欢那尖长的指甲像刀片一样戳在我的肩膀上，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和轻蔑，仿佛我是一只微不足道的昆虫，随时可以被她踩在脚下。你现在是林家的人，你是林峰，不是大山里出来的烟杂货，别丢了我们林家的脸。她的话语中充满了警告和威胁，仿佛我只要一步走错，就会被整个家族抛弃。说完这些，她踩着高跟鞋，趾高气扬地离开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我弯下腰，捡起地上4分5裂的手机，那是我唯一的联系外界的工具，现在也变得支离破碎。小峰，我亲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看到他站在那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外厅的喧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散去，我也不知道他听了多久。我刚要开口解释，你姐姐说的对，人心的险恶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深意。你可能觉得你的养父母是好人，但是我找上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口就是100万。他的话语让我震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深爱的养父母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别的不说，你养父还废了一条腿，离开了你就像离开了摇钱树，他们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放过你？人的贪婪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穷山恶水出刁民，你既然离开了那里，就不要再跟他们有所来往了。他看似慈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却像太阳一般刺眼。他高高在上站在山巅，将我的过去批判的一文不值，包括将我养大的父母，仿佛他们的一切付出和牺牲，在他眼中都不值一提。知道了。我将手机滑入裤兜，抬起头，目光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定格在我亲生父亲林江的身上。林先生，您对林峰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我会找专人来培养小峰的商业管理技能。那未来是准备把林氏集团交给林峰吗？我亏欠小峰的太多了，这些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我的声音淹没在周围的喧嚣之中。林江满意的转过身，继续与记者们交流，讨论着明天的寻亲新闻应该放在哪个板块最为合适。我站在一旁，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只是他用来展示给世人看的一件道具，一个他用来证明自己成功和亲情回归的工具。我的亲爸就站在不远处，他的声音洪亮而充满激情。对，我好不容易找回了儿子，我要让全世界都分享我的开心。他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仿佛在这一刻，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得到了回报。他毫不吝啬地一笔一笔花出去，只是为了让更多人见证他的幸福和喜悦。然而，他并不知道，在他背后，那些被他称为刁民的人正悄悄地与我联系。孔勇，那个我曾经以为是父亲的人，他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他的语气充满了歉意和自责。对不起儿子，爸爸没想到他竟然能拿出100万的天价，爸爸做梦都想不到有人有这么多钱，爸爸没想卖了你。这些消息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着我的心。然而，就在我准备回复他的时候，手机突然从手中滑落，重重地摔在地上，消息再也无法接收。我蹲下身，试图捡起那些散落的碎片，但他们已经无法拼凑回原来的样子。爸爸，我的亲生父亲回头，食指抵在唇边，指了指走廊尽头那间小房子。他示意我安静。在过去的几天里，自从我回到家中，每天都有数不尽的记者络绎不绝地出入我们的家门，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摄像机，似乎对我的归来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和关注。林小姐，对于你弟弟的归来你怎么看？我弟弟在外面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有时候我看到他就感到一阵心痛。我的姐姐，那个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冷漠，甚至有些疏远的姐姐，在镜头面前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每当她面对记者的镜头，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她哽咽着讲述着我离家的那些日子，以及她对我的思念和担忧。我每看到她这样，都暗自心想，我的以后姐姐。在明亮的灯光下，话筒静静地摆放在我的面前，仿佛在等待着我吐露心声。记者们围在我的周围，他们的目光如同探照灯一般，
一齐聚焦在我身上。林峰少爷，回来还习惯吗？我不知如何开口。这时林江走了过来，他将记者拉到一旁，仿佛在保护我，不让我受到过多的关注和压力。林江的声音充满了激动和感激，他开始讲述我们重逢的故事。他刚回来，还不太适应家里的环境，能找回我的亲生儿子，那真是比大海捞针还要难。但最终我们还是得偿所愿，这真是顶顶的好事，一定是苍天有眼，才让我这么幸运。我愿意捐献出100万，成立一个基金会，为更多的人提供资金和机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孩子。林先生不愧是我市知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林先生往这看。记者们纷纷记录下这一感人至深的时刻。我抬头望向林欢，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烦恶的情绪，似乎对这一切感到有些厌烦。但很快，他就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换上了一副温柔的表情。他的双眼因为哭泣而变得红肿。但是我知道，我的影帝姐姐哭泣可不是为了我。在紧锁的走廊尽头，那间我所谓的卧室中，在记者进来的前半个小时，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林欢将摆在角落的瓷瓶重重地摔碎在地上，激动地看向我们的爸爸。100万，你要拿出100万出去成立资金。我想要的那台车还差50万，你都不愿意出钱，竟然要拿出100万成立这个狗屁的基金，你疯了吗，爸爸？林江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然后擦擦手，回头跟我说道：“小峰，你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以家族荣誉为重。今天你姐姐做错了，我只是小惩大戒，但你是我们家中的继承人，什么该做什么该说，你自己心中要有所考量。我知道你心中一直记挂着你在深山的养父母，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他说到这里，话音戛然而止，脸上的笑容不减，抬手拍拍我的肩膀。好了，收拾收拾，一会记者要来了。想起卧室里一片狼藉的地面，想起那间阴冷的小房间，阳光被偌大的书柜挡住，只在一天中太阳最强烈的时候能够落入一点阳光。想起林欢抱着胸站在我的房门口，讥讽地看着我收拾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好好珍惜吧，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这么好的命。你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有多少人向往吗？网上的人嫉妒你，嫉妒的都快疯了。我看着准备离开的记者，开口道：“网上的大家都为我回家感到高兴吗？”众人的脚步皆是一顿，彼此对视的眼神中顷刻间交换了无数的信息。小峰，怎么了？爸爸下意识来拉我，被我不着痕迹的避开。看着记者重新掏出话筒，爸爸脸上的笑容摇摇欲坠。网友们对于你能够回家都十分的感动。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在父母身边尽孝呢？你们说的对，请帮我转告网友们，我现在过得很好。等我见到了母亲，会和一家人一起跟网友报平安的。敏锐的记者捕捉到我话中的漏洞。你回来这么久，还没有见过你母亲吗？界内常年思念幼子，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直住在疗养院休养。我已经安排让他姐姐带着他一同去看望他母亲了。这孩子有什么话都憋在心里，我们也是没想到，他其实心中一直记挂着我们，记挂着他妈妈。都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们家夫人知道孩子找回来了，病情都好转了许多。闪光灯重新亮起来，焦点再次回到林江身上。我被林欢拉到一边，他高高扬起手，听着外面的声音，又愤愤地将手放下。你乱说什么话？我想见自己的妈妈也不可以吗？姐姐。林欢一噎，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再次提出质疑。他冷哼一声，昂起头颅。等妈妈修养好了，自然就能够见到了。急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说错的话，对我们家的股票会有多大的影响？他话音刚落，突然一怔，下意识去捂嘴，看见我的眼神，又把手放下。算了，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你又听不懂，把嘴闭好，不该说的话别乱说。就是你要在这个家里学习的第一课。他转身要离开，我突然叫住他：“姐姐，你喜欢钱吗？”林欢顿住脚步，转头看向我。你知道我回来的时候，爸爸跟我说了什么吗？网上的信息那么发达，林欢当然知道林江说了什么。他脸色难看。你说这些干什么？没什么，爸爸说会把家里的一切都给我，房子、车子、公司、资产，全部都是我的。我那影后姐姐的脸上闪过一丝难看。那又怎么样？她大声反驳，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屑和愤怒。我早就知道了。林欢梗着脖子，一脸不忿，仿佛在挑战整个世界。他的眼神坚定而倔强，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他绝不会轻易屈服。可是我不想要这些东西。我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与林欢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我和林欢四目相对，露出与往常一样朴实的笑容，那笑容中没有一丝虚伪，只有真诚和坦然。姐姐，我不想跟你争，我是真的不想要这些东西，你不用这样。我的声音中充满了诚恳，仿佛在向林欢解释自己的立场。我自小在山里长大，这些东西给了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公司要是真的交到我手上，那不是坏了事。我听说姐姐毕业于著名的商学院，要是把这些东西交给姐姐打理就好了。我垂下眼睛，避开林欢的视线，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眼中的复杂情感。林欢沉默了许久，没有回我。院子里陷入了一片寂静，良久，他才重新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冷嘲热讽：“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是林峰，
是姐姐的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儿子。我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仿佛在提醒林欢，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是血脉相连的家人。我抬头朝他笑，那笑容中充满了对姐姐的爱和理解。林欢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似乎在思考我的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你就不怕我给你赶出去？只要能跟姐姐在一起，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我的声音中充满了对家庭的渴望和真实，仿佛只要能够和家人在一起，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在我话音未落之际，便听到林欢轻蔑地发出一声嗤笑，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不屑和坚定。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只有钱才是可靠的。我站在那里，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林欢的话虽然刺耳，但不可否认，他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感情往往显得脆弱和易变。我回想起自己与养父母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亲情，他们对我如同亲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让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并非他们亲生的孩子。这种亲情太过于真实，以至于我从未怀疑过他的真诚。然而，正是这种真实，让我难以察觉到他与生俱来的不同。与此同时，我与所谓的亲生父母之间的关系却截然相反，他们对我的存在似乎漠不关心，甚至不愿意在我面前扮演一个完整的家庭角色。他们之间的冷漠和疏远，让我无法感受到一丝一毫的亲情温暖。这种亲情的缺失，让我对真实有了另一种理解，它并非总是温暖和包容，有时也可能是冷酷和疏离。林欢转身离开，他的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仿佛在为他的离去伴奏。我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昨天晚上从书架上掉出来的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家4口，爸爸妈妈、姐姐还有弟弟。弟弟站在中间，被家人环绕着，仿佛众星捧月一般。他大约7、8岁的年纪，手里抱着一个价值不菲的手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我与他长得截然不同，仿佛我们来自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深夜的寂静中，我感到口渴，便起身去厨房倒水。当我穿过走廊接近书房时，我听到了里面传来的争吵声，这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让我感到一丝不安。我放慢了脚步，好奇心驱使我靠近书房。房门并没有完全关闭，透过那条细小的门缝，我看到林欢正坐在书房的地板上，他用手捂着额头，指缝里丝丝地渗出些鲜血。他的周围散落着茶杯的碎片，显然刚刚发生了一场争执。坐在对面的老板椅上的是林江，他正抽着雪茄，烟雾缭绕在房间中。他的表情严肃，眉头紧锁，显然对眼前的状况感到不满。林江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不行，不能继续拖下去了。我们这场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爸？他的声音哽咽，泪水和血迹混合在一起，沿着他的脸颊滑落，他的样子显得异常狼狈。林江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加重了语气：不是已经拉到了赞助方和合伙人？这段日子我们在媒体上费了这么多力气，已经足够正能量了吧？就差最后一步审批下来就行了。林江不满地看向林欢：你也知道还剩下最后一步，就别总在我面前哭。林江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和急切，显然他对这个项目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这笔生意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死，关系到你弟弟以后的生活保障，坚决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就知道哭，哭得老子脑壳疼得很。生女儿就是麻烦，脑子一根筋转不过弯来。只要你弟弟发达了，你以后还愁过不上好日子吗？林欢眼中的亮光一点点熄灭下去，仿佛夜空中最后一颗星星黯淡无光。他的心随着那光芒的消逝而沉入了无尽的黑暗。那妈妈那边我去安排安排，提前让小莹搬出去。林江坐在椅子上，手中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他轻轻吹了吹，然后缓缓说道：黎川帮虽然林峰没什么本事，心里又惦记着他那对养父母，但少一事总比多一事要好。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林江喝着茶水的手一顿，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我站在门外，透过门缝偷偷观察着屋内的一切。林江突然勾起的嘴角让我心中顿时生出不好的预感，仿佛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而我却无法阻止。他走到林欢面前，目光陡然看向门这边，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存在。谁在那儿？林欢开着车，小心翼翼地驶过繁忙的街道，最终停在了医院门口。他打开车门，对我说：你准备一下，爸爸已经在妈妈那里等着了。那不是我爸妈，我突然不想演了。林欢愣了一瞬，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回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其实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他的目光中充满了疑惑和好奇。我看着林欢，心里闪过一丝好笑。你们说我是在100天的时候丢的，按照家里的条件，我在100天的时候应该已经做过体检了。按理说你们都应该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可是你们从我进家门的一刻起，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病情，好像压根就不知道我有这样的疾病。我看着林欢脸上复杂的表情，他应该也不准备跟我演下去了。林欢站在我的对面，眉头紧锁，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耐烦，但又似乎隐藏着深深的担忧。你应该庆幸昨天晚上我在那里，要不然让爸爸发现了，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从医院里出来？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责备，似乎在提醒我，就算我知道了真相，我们之间还是有着难以逾越的阶级。不过就凭着这个，
你就断定我们不是你的亲人？林欢没关紧锁，即使到了现在，他依旧站在他的山巅之上。我有时候不知道该说你们太自负，还是觉得我从大山里出来是天生蠢笨的。我看着林欢，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难道你们给我准备住的地方之前，没有好好查看过吗？林欢似乎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道：在你回来之前，我已经看过你睡的地方，除了被子、毛巾什么的都是双份，也没有什么特别，跟我们给你准备的差不多。这就是你们口中表达爱的方式。他理所当然地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连我都忍不住愣了1秒钟。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谁更可怜。林欢瞥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和冷漠。你不懂，要想得到一些东西，注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你说的是亲情。林欢总是对亲情展现出一脸不屑的态度。我说过了，感情在我们这种阶层是最廉价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就会有无数愿意捧着你、靠近你、对你说尽好话的人。这些不用我告诉你，这段时间你自己应该深有体会吧。林欢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世故和冷酷。你说的没错，但人过于看重利益，一样会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大山，回到了那个小家。你说你去看过我住的地方，也是一间窄小的房子，但你不知道，那是我们家最好的卧室。每天早上醒过来，阳光会晒在里面。我养父养母虽然贫穷，但是他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已经给我了。我停顿了一下，看向林欢，眼神中带着一丝坚定和真诚。你觉得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我不予置否，但在我的心里，有些永远无法用钱衡量的东西。这就是你来的第一天就认识到我们不是你的亲人的原因。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和疑惑。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姐姐，爱是装不出来的。我靠在座位上，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人的情绪最难伪装，都隐藏在细微的细节里面。那些微妙的表情变化、眼神闪烁、语气的起伏，往往能透露出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林欢则显得有些不屑一顾，他轻描淡写地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在意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廉价。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我看着林欢那虚伪又骄傲的脸庞，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波澜。他似乎总是这样，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和脆弱。即便是人命吗？林欢猛地看向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意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似乎在极力掩饰内心的慌乱。就在这时，窗外的景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林欢还要继续说什么，我打断了他，指了指前面堵塞的马路，已经被记者团团围住。林江扶着一个瘦弱的女人站在那里，看着马路这边翘首以盼。林欢没有第一时间停下车，他放慢了速度，似乎在权衡着什么。林欢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他缓缓地说道：我从小努力学习，为的就是长大以后能够进入家族企业，发挥自己的用处。可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眼里都只有我那个没用的弟弟。我在外面是光鲜亮丽的邻家长女，实际上我只是他们手中的棋子。我现在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那个废物弟弟铺路。只等他成年，我就要将我亲手打下的帝国拱手相让。你说可笑吗？他的声音渐渐低沉，最后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看着林欢，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的骄傲和虚伪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无奈和悲哀。在这个家族的权力游戏中，他似乎已经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该如何找到出路。林欢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我能帮你。林欢看向我，我笑了笑。这件事情看似困难，实际上非常的简单。你弟弟就是附在你爸妈的骨头上，附在你骨头上的蛆虫，只要将他的靠山扳倒，他还能兴起什么风浪？你说他没用，无非是因为他总是借着自己家里的威风在外面作威作福。要是想毁掉这样的一个人，对姐姐来说应该很简单吧？林欢又降低了车速。你说的倒是容易，扳倒我爸妈何其困难，更何况要是让他们知道是我做的，那我又该怎么自处？你想害死我吗？姐姐，你总说我是山里人，什么都不懂，但是毁掉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毁掉他最在意的东西。我目光中，林江此刻正跟老婆两个人抹着泪，口中在说些什么，我不用猜就能够想到。你们不就是想这么对付我吗？林欢看着我，良久没有说话。我似乎小看你了，我弟弟跟你一样大，可没有你这样的城府。姐姐，你都说了，我生活在底层，人心的险和恶可不比你们这个位置上少。你放心，我已经劝说过爸爸了，我们家现在有一笔很重要的投资还没谈拢，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出任何问题。你的养父母，我们是不会动的。林欢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坚定，但同时也透露出一丝无奈。他知道，家族的生意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直击痛处，痛处这不就出现了吗？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疯了？林欢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他无法理解我为何如此冷酷无情。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解，但他知道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推开车门下车，外面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但记者们的热情却如同烈火一般，手中的相机不停地闪烁着，仿佛要将这一刻永远定格。钱可以再赚，可是机会只有这一次。姐姐，这些年我不信你一点私产都没有，是永远受控于人为他人做嫁衣，
还是自己东山再起？你好好考虑一下。外面的记者飞快地围过来，他们的声音如同海浪一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我。我努力保持着镇定，但内心的波澜却无法平息。林江拉着他那个半死不活的老婆也冲过来，他的脸上带着焦急和关切，握着我的手一通寒暄慰问。他的声音在记者的喧哗中显得有些微弱。我的目光落在车里还在发呆的林欢身上，他的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我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太过突然，他需要时间来消化和接受。这把火烧得还要再猛一些。我心中暗自思忖，这场家族的纷争，这场权力的斗争，就像是一场熊熊燃烧的大火，而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无法逃脱。记者将话筒递到我的嘴边，这几天休息过来了吗？看起来气色好了不少。今天能够见到妈妈，我心里真的很开心。爸爸和姐姐也对我很好。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生活上姐姐安排的都很妥当，就是我们聊起来以后要管理公司的时候，我有些打怵。我姐姐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以后要是能给姐姐打下手就好了，这样我也乐得清静。林先生是什么态度？看起来林先生的教育真的非常的到位，姐弟之间相处得很和谐呢。记者们七嘴八舌，林江看似游刃有余地应对着，可那眼神分明已经落在了姗姗来迟的林欢身上。我们做个测试。我朝林欢做口型道。记者刚走不久，我们身后的大门还没来得及关上，林欢尖叫一声，林江扯着他的头发，丝毫不顾及周围还有人在，将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死丫头，我就知道你居心不轨。你干什么？小峰还在这里呢。林母冲上去阻止林江，眼神飞快地瞥向我。小峰，你别在意，你爸爸的脾气有点暴躁。他轻声安慰着，眼中流露出一丝无奈和担忧。他知道这个家里的气氛总是因为林江的火爆脾气而变得紧张。就让他在这里看着，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弟弟的。他怒气冲冲地指着林欢，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满。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些事情，没想到你表面上看起来恭恭敬敬，背后竟然唆使你弟弟给你打下手，简直反了天了。他愤怒地看着林欢，言语里充满了指责和不信任。我没有。他试图辩解，但话音未落，一巴掌重重甩在他的脸上，力道之大，林欢的嘴角直接飙出鲜血。他感到一阵眩晕，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爸爸，你别再打姐姐了，是我想着我不如姐姐学习好，才说出那样的话。我挡在林欢前面，诚恳道：爸爸，你误会了，林欢一直都在为这个家付出。我试图平息父亲的怒火，但林江的怒气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你刚回来，公司的事情肯定都是他跟你说的。他又看向林欢，你早晚都要嫁人，是想着吞了我们家的家产去过好日子吗？你一点都不管你弟弟的死活，我是怎么教你的？说着，林江抽出皮带，在空中骤然响起，抡圆了甩下来，抽在我的背上。我挡在林欢前面，手撑在地板上，感受着皮带带来的剧痛，冰凉的液体掉在我的手背上。我在林江看不见的角度轻声笑了一下。够了，在孩子面前动手像什么话？林母终于出声打断。等今天下午，我就让我的老姐妹们挑几个富家子弟来，给欢欢挑挑。妈，林欢震惊地抬头，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反聊天了。林江拿起皮带又要打下来，林母拦下他。别气你爸爸了，你早晚都是要嫁人的。如今你弟弟已经回来了，这段时间你多带带他，你以后在公司里做个闲职就挺好的。我们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丈夫孩子在的时候照顾他们，空闲的时候买买包买买衣服。生意场上是他们男人的天下，何必非要去凑那个热闹？他给林江顺着气，扶着他去了茶室。没事儿，我肯定把事情安排妥当。欢欢学历好，家境好，长得也漂亮，肯定能找个好婆家，说不定还能帮扶我们家生意一把呢。林欢看见林江和林母走远，抬头看向我。这就是你想看见的？林欢坐在原地，将脸上的泪水擦干净，与我初次见到他时的趾高气昂截然不同。我扶起林欢，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看到的场景，姐姐，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你的成长和强大，能够推翻那些阻碍你的人。我如果推翻了他们，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并不追求财富，我只希望能够和我的养父母永远在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林总曾经说过，我的养父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一条腿，如果没有我，他们的生活将会非常艰难。他们抚养我长大，供我读书，直到现在，我绝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如果林总还在，我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为养父母的安全而忧心忡忡。但是姐姐，你不同，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冷酷无情，但我知道你内心深处还是有良知的。他的眼神带着一种深邃的探究，定格在我的身上。我坦率地回应道：你刚才还对自己的母亲抱有希望，希望她能够站在你这边，不是吗？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在父亲那边。林欢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悲伤。这样的机会可能一生只有一次，姐姐，现在你是否已经考虑清楚了？但是我无法完全信任你。你不必完全信任我，毕竟在你的计划中，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你知道真正关键的部分在哪里？你那个笨蛋弟弟，不用上他为自己出口气吗？我带着一丝讽刺的语气对林欢笑了笑。
林欢站在林江的面前，目光坚定，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或者是在准备着一场重要的对话。林江太自负了，丝毫没有意识到林欢带来的威胁。他也不明白，过度的压迫会迎来多么激烈的反扑。他只当林欢还是从前那个只需要简单的洗脑就能够对他言听计从的女儿。所以，当林欢带来竞标失败的消息的时候，林江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反应过来。林江的自负让他对林欢的能力和决心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他无法想象这个曾经温顺的女儿会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当林欢宣布竞标失败的消息时，林江的自信瞬间崩塌了。他愣在原地，久久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是不是你没有尽全力？林江的语气中带着质疑和不满，他认为这背后一定有其他的原因。林江蹒跚着走向林欢，手掌高高的扬起，马上就要落下的时候，林欢尖声道：“是弟弟。”林欢的话让林江的动作戛然而止，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林峰，你先回房间，我和爸爸有事情要说。我坐在房间扮演着门，听见客厅中传来刺激翻碎的声音，紧接着是林江怒不可遏的声音：“这个逆子是要气死我吗？是不是你跟他说的？”从房间内，我听到了外面的争吵声，此起彼落的声音使林江愤怒了很久。林江的怒火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肯定不是我爱爸爸，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竞标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去妈妈那里。林欢急忙辩解，他试图让林江明白，他并没有参与到任何可能激怒他的事情中去，他一直在忙于工作，没有其他的时间和精力。你给我详细的从头开始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本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层的青睐，那块大蛋糕眼看就要落入我们手中了，但是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突然被中断了。等到会议再次开始，负责人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秘书悄悄告诉我，是林岩向媒体透露，他才是真正的林家公子，而我们家的这个是冒牌货。不是让你妈妈好好看着他吗？怎么让他有机会跑出去的？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策划了这么久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你快点，赶紧让人把这消息压下去，就说有人故意碰瓷我们家，嫉妒我们家的财富，所以才制造了这样的闹剧。快去办！已经太迟了，爸爸。林岩跑出去的时候，还带走了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他向媒体宣称，我们家只有2个孩子，从来不存在什么第3个孩子。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轻轻地将手中那张记录着他们一家4口温馨瞬间的合照，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的口袋里。如果不是你的鼎力相助，林岩那个愚蠢的家伙怎么可能想出这么周全的计划呢？我的好姐姐。林欢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屑。他不过是个无用之人，就连开车撞死人都需要我出钱帮他摆平的废物，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他一无是处。控制他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的确，与金钱相比，人命似乎显得微不足道。我蹲下身子，仔细地观察着躺在地上的林江。难道我们不应该送他去医院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可不希望他还能站起来，再次给我一巴掌。富人的游戏真是令人感到恐惧。还好我对金钱不感兴趣，不然下次躺在这的也可能是我。我轻轻地将林江推得更远一些。仅仅倒下这么一个人还远远不够，林岩的支持者们还有你妈妈呢。关于我妈那边，你最好不要插手，她有心脏病，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但是似乎已经太迟了。林欢突然转过身，看到门口林母正捂着心脏，靠着门缓缓地滑坐到地上。林欢惊慌失措地大喊：“妈，你怎么了？”林欢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尖叫，他迅速地冲向前方，试图去搀扶即将失去平衡跌倒的林母。然而他未曾预料到的是，林母突然间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林欢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后退了一步，他捂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颊，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震惊。妈！林母的脸上满是愤怒和失望，她怒斥道：“你这个畜生，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毒手，你简直就是个疯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疯子？你为什么不干脆去死？”林母一边说着，一边捂着自己的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显得非常痛苦。林欢伸出去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然后无力地垂落下来，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和无奈。林欢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怨和不解：“妈，为什么连你的心里都只有弟弟？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吗？”女孩子能有什么用？女孩子再优秀都是要嫁人的，只有儿子才是家里的根。林欢听完林母的话，眼角滑下了一行清泪，他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和失望。林欢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自嘲和绝望：“我真的是大错特错，竟然会对您心存幻想。”他看着艰难喘息的林母，一动不动，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要在我包里。我走上前去，正要伸手去拿林母的包，却被林欢一脚踢开。我抬起头，与他四目相对，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沉默。林欢冷着脸：“我妈心脏病突发，抢救不及时去世。”我垂下眼，嘴角勾起一抹笑，语气尽是悲伤。那有些可惜了。林欢掀起眼皮，看了一眼客厅中已经神志不清的林江。半小时后打120。姐姐，我的手机被监控了，你知道的。
从现在开始，我单方面解除对你的监控，你可以用了。说着，他抬脚出了门。你去哪里？解决最后的祸患。林欢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原地。我打开手机，已经能够随意操控的拨号键让我欣喜若狂。我快速的拨通了一个号码，对面接起来的时候，小心翼翼换了一句：“小西，爸，小西，你快停手，快回来吧，林家不是你能够招惹得起的。”爸爸，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林欢的速度很快，他这些年给林岩擦过不少屁股，就连吸毒这样的事都能压下去，眼下这些就是被重新翻出来。林岩轻而易举的被关进局子，吃上逃犯。我还需要你的帮助，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我是无辜的，你帮我洗白，事后我会给你足够的金钱让你隐身。怎么帮你？揭穿整场认亲都是一场骗局，是林江单方面和你做的交易，跟我们无关。林那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在警察局里关几年出来，我会把他安排在精神病院关起来，永远出不来。至于我妈，是因为被我爸蒙蔽，自己多年以来生了双生子，结果发现一切都是假的，接受不了打击心脏病复发去世。只要我们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被我气死的。至于我，必须完全置身事外，我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姐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是不是受害者。小人物的命也是命，人命不是你们有钱人的游戏。你们轻而易举的举动会影响一个家庭。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我在跟你说正经事。我也在跟你说正经事。姐姐，你还记得5年前林岩发生的那场车祸吗？林欢带着满心的疑惑，目光投向了我，似乎在寻求答案。也是，你这种身份高贵的人，总是容易忘记一些事情，特别是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5年前，林岩在没有任何驾驶证件的情况下，在海边大道上飙车，结果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事故。他撞飞了一名代驾，那名代驾因此失去了他的左腿。那个代驾因为林家的权势，报警无门，没有人敢于介入林家的事务。代驾师傅的儿子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他去找林家的公子理论，结果却被林岩在海滨大道上撞死。那具尸体被反复碾压，血肉模糊，连原本的形状都难以辨认。你现在想起来了吗，姐姐？听到这些话，林欢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林欢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个被撞断左腿的代驾是我的养父，而那个被反复碾压致死的男孩子是我的哥哥，我养父养母的亲生儿子。他品学兼优，谦逊温柔，原本他也可以活得自由自在、潇洒自如的。你不是说我养父养母对我很好，什么东西都给我准备双份吗？那些都是我哥哥的东西，我把哥哥的东西摆在我的眼前，我怕我忘记了恨，忘记了他那悲惨的死状，就没有机会给他们报仇了。本来我已经打算放弃，但谁知道林江竟然上演了这样一出大戏，这对我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这个被收养而来的妻子，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这次我是真的不用再演了。林欢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一直都在骗我。姐姐，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钱，我说过很多次了。那又怎么样？就算你不帮我，又能怎么样？你觉得凭借我的本事，会被你一个刁民牵着鼻子走吗？我拿出手机，明晃晃的直播间3个字挂在上面，底下的弹幕已经吵翻了天。那谁知道呢？我想救林妈妈的时候，是你踢开了用来装药的包；我要打电话给林江求救的时候，也是你控制着我的手机，让我没有办法做出这些事情。故意杀人的不是我，包庇自己弟弟杀人的也不是我，剩下的法律会给我们答案吧。你竟然敢利用我，我居然会相信你。林欢夺过手机，重重的摔在地上。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认输吗？我们家大业大，我倒是要看看谁能左右得了我。你们家的确家大业大，可是林夫人把你当做温室里的花椒养，明眼人都知道你没有继承权，跟你做生意的时候全看在林江的面子上。现在林江中风了，神志不清，林母心脏病不幸离世，林岩因为吸毒在监狱里改造。姐姐，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你凭什么觉得还会有人来趟你们家的浑水？林家这块大蛋糕应该早就被人虎视眈眈的盯上了吧？要不然林江也不用费尽心思做这么一场大戏，只为了得到那笔资金。你好深的算计，为了扳倒我们家，费了不少功夫吧？林岩但凡有你1%的城府，我们林家也不会落得今日这样的下场。这也多亏了姐姐你的爱才之心，被钱掌控命运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无力，很痛苦？你也好好尝尝这样的滋味。林欢，林峰，你就是个疯子。没有人生来就是疯子，以前我也是个正常人，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一起生活在山里，我们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们，我的家也不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们只是没有那么富有，不代表我们没有生存和讨要公道的权利。我将放在口袋中许久的那张全家福放在林欢的面前。你们4个人，一个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好好在监狱中忏悔吧。林欢，至于林岩，我从来没想让他活着走出监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警察已经来了，再见了。还有，我叫孔熙。